今天我们来聊聊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解放军环台军事演习“正义使命2025”。此刻台海局势再掀波澜，中共又一次以军事行动包围台湾，高调宣称这场演习是对台独势力与外部干涉的严重警告。然而讽刺的是，他们给这次挑衅取名为“正义使命”，仿佛在为自己的武力恫吓披上正义的外衣。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才是区域和平的破坏者？台湾又将如何应对这场持续不断的安全挑战呢？正义使命2025演习自2025年12月29日突然展开，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未预警的情况下出动了陆海空与火箭军等多兵种，同步对台湾周边实施军事行动。这次演习夸称为正义的使命，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对台湾的高压封锁与进攻演练。中共划定了5大片海空演训区环绕台湾，包括台湾海峡、台湾北部海域、西南海域、东南海域以及台岛以东太平洋海域，形成对台湾本岛几乎四面合围的态势。更令人关注的是，这些演习区域之靠近前所未见，有的边界甚至贴近我方24里临街区，几乎紧挨着12里领海外缘。换言之，中共这次刻意把军演区划到距离台湾领海基线极近的地步，可谓史上离我领海最近的一次围台军事演习。如此咄咄逼人的动作，再显示中共企图透过极限施压，营造对台湾禁逼封控的恐怖氛围。根据中共发布的讯息，他们在这次演习中重点演练了几项针对台湾的作战科目，包括海空战备警巡、海空兵力常态巡弋接近台湾周边，保持战斗警戒，夺取综合制权，瘫痪台湾整体防空与制海权，取得战场主导权，要港要域封控，封锁台湾重要港口要地，阻绝对外联系，以及外线立体射阻，在远距离多方向对台实施立体下阻攻击。演习期间，大批解放军舰艇与军机多路逼近台湾，其中一度在台湾海峡中部出动歼击机、轰炸机与无人机编队，配合远程火箭炮火力，进行对陆上机动目标的打击演练。换言之，他们甚至模拟攻击台湾本岛上移动中的地面目标。由此可见，正义使命2025并非仅是恫吓演出，而更像是在预演全面进犯台湾的战争场景。尽管中共叫嚣这是正义之举，但对台湾而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中共不仅以演习为名在台湾周边耀武扬威，还在配套宣传上大肆进行心理战。例如，他们发布了一段名为“禁逼夺权阻逃”的军演宣传影片，刻意以这6字标语强调解放军将如何步步进逼，夺取控制，并阻止敌方逃脱。这种带有赤裸裸恫吓意味的符号操作，意图对台湾民众造成心理压力，瓦解抗战意志。此外，更离谱的是，对岸还释出一组无人机近距离拍摄台北地标101大楼的影片，炫耀四地暗示他们的无人机已能贴近台北上空，而我方毫无察觉。亲共网民在网络上叫嚣，这么近拍摄，台湾方面啥动静都没有，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尽管这段影片的真实性和拍摄时间仍待确认，但显然是中共蓄意营造台湾防务漏洞百出的错觉，以动摇民心。然而台湾军方随即澄清，国军雷达并未发现敌机入侵台北上空，不排除这段画面是对岸移花接木的认知作战。无论如何，透过这些动作，中共正试图打造一种攻守尽在掌握的气势，假借正义之名行霸凌之实。中共选择在2025年岁末挑起这场史无前例的军演，背后有其复杂的政治动机。官方声称这是为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发出严重警告。翻译过来就是，他们不满台湾持续的主权坚持，以及美日等国对台湾的支持，因此想以军事威慑逼迫各方让步。首先，对内宣示的部分，中共刻意将这次行动包装成正义的使命。他们口中的正义是要强调自己武力犯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命则标榜解放军有责任维护领土完整，好像非打不可，有理有节。
然而，这套说辞在国际上几乎毫无市场。毕竟台湾从未威胁中国大陆现状，中共口中的台独分裂不过是台湾坚守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体现而已。真正升高紧张、破坏和平现状的，正是中共反复无休的穷兵黩武行径。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这次也明确回应，捍卫民主自由绝非挑衅，中华民国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侵略者破坏现状的借口。中共这种倒果为因的威吓，充分暴露了其侵略者本质，才是区域和平最大的破坏者。再看对外讯号，外界分析普遍认为，正义使命2025军演还带有强烈的回应美日意味。今年以来，美国持续加强对台军售与合作，近期更批准了一笔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对台军售案，包括各式先进武器系统。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在外部干涉，台湾问题踩到了他们的红线，因此他们想透过武力示威对美方秀肌肉。一旦美国插手台海，中方不惜一战。日本方面今年也出现令北京极为恼火的言论。就在2025年11月，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公开谈及台湾有事议题，重申日本不能对台海发生冲突坐视不管的立场。高市早苗是著名的对中强硬派，他的发言引发中共暴跳如雷，北京对此进行了激烈反应，不仅召见日本大使严厉抗议，还发起一系列外交报复，包括宣布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等等，让中日关系陷入近年少见的紧张。可以说，中共如今视东京为台海问题上的潜在干涉者，对日本的战略疑虑急速上升。这次正义使命演习时机恰好紧贴在这场中日外交风波之后，也被解读为剑指日本。一方面是对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言论的武力回呛，另一方面也是试探日本对类似危机的底线和反应。事实上，日本政府对于中共突然发动围台军演相当关注，虽截至当日中午尚未公开表态，但东京方面显然在密切监视解放军动向，以评估区域安全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原本似乎早有蓄谋本次军演。有消息指出，台湾和日本的情报单位在12月上旬就侦察到中共可能近期军演的迹象，只是原以为可能更早动手，未料真正付诸行动却拖到了12月底，选在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结束后紧接着出招。双城论坛是台北市与上海市之间的年度交流活动，今年主论坛在12月28日落幕，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团赴沪参会，双方在台上谈的是两岸一家亲，和平繁荣。岂料话音刚落，中共转身就在隔天祭出对台军事威吓，一点情面也不留。这操作可说让亲赴上海参会的台北市长相当难堪。蒋万安返台后也不得不强硬谴责中共此举升高区域冲突，表示希望大家谈到台海时想到的不再是波涛与呼啸。结果话说完，波涛马上卷起，令人啼笑皆非。从以上国际和两岸背景来看，正义使命2025的时机选择并非偶然，它像是一石三鸟，既恐吓台湾内部，也警告美国勿肆意军售，更回击日本最近的表态。同时透过演习展示实力，中共还在对内塑造强硬形象，以凝聚民族主义支持。然而讽刺的，这场号称正义的军演在中国国内却出现一段诡异插曲。消息公布后，大陆网络上对台军演一度冲上最热门搜索，爱国激愤言论此起彼落。然而中午过后，相关话题突然从热搜榜凭空消失，各大网络平台对军演讨论开始降温，仿佛受到刻意压制。如此反常的操作引发外界揣测，难道中共内部对这次军演的力度或影响评估存在路线之争？有人怀疑也许是北京高层，有人担心民间情绪被煽动过头，不利维稳，或者对演习规模持不同意见，因此令宣传机器暂时降调。当然，也可能纯粹是中共宣传部门自作主张，怕热搜太露骨显得好战，故而紧急降温。不管真相如何，这片刻的热搜消失，凸显了北京当局对此类高压动作的心虚与矛盾。一方面要展示武力以儆效尤，另一方面又怕自家舆论场反应过度，带来不可控的后果。面对来势汹汹的解放军演习，
台湾方面早已提高警觉，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做出了迅速而务实的反应。总统府发言人在军演消息公布后，第一时间强调，国军与国安单位对中共此次针对性演习事先及全面掌握，并已做好万全准备。事实上，台湾长期以来都有一套对中共军事动态的侦察预警机制，无论是卫星监控、雷达侦搜还是情资搜集，都力求在敌方行动前捕捉到风声。这次也不例外，解放军稍有风吹草动，国安单位便将情报汇报决策高层。难怪演习消息一出，我政府即刻对外谴责中共持续在台海及印太区域进行各类军事侵扰与假讯息操作，升高紧张，直指穷兵黩武才是破坏和平的主因，充分表明了我们对中共图谋的洞悉和不满。国防部更在29日下午立即启动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并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因应作为。同时，依照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国军已开设应变中心，全军进入加强战备状态。国防部言辞表示，对于中共这种不理性的挑衅行为，国军表达强烈谴责，并已依规定派遣适切兵力应对，执行立即战备操演，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换言之，我方一方面透过外交宣示立场，一方面以军事行动表达准备好了，绝不让中共有机可乘。那么台湾到底做了哪些部署来备战呢？我们可以从各地的动态管窥一二。首先，在南台湾，有民众目击高雄左营海军基地内一阵忙碌，海锋大队的雄风反舰飞弹机动发射车队迅速从营区开出，车队包括载运雄风2型与雄风3型反舰飞弹的发射车，以及通讯指挥车辆，他们马不停蹄赶往南部沿海的预设战术阵地部署，准备对可能逼近的共军舰队实施锁定与反制。同一时间，高雄港口边也出现了2艘戒备的军舰身影，一艘是搭载海剑2型防空飞弹的新型巡逻舰塔江舰，另一艘是配备雄风3型反舰飞弹的沱江舰。这2艘国造高速巡逻舰已就定位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港执行海域巡弋和防空反舰任务。向南远眺，在屏东垦丁的猫鼻头海甲高地上，军事迷们发现有地对空飞弹部队进驻架设，一具具飞弹发射架隐蔽在丘陵间，据研判可能是国军的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例如天弓或爱国者飞弹，正在守望台湾南端的制高点，防备解放军战机绕至巴士海峡一带突袭。我国空军的各型防空飞弹与雷达网此时皆处于高度警戒，全岛防空部队早已进入备变，一旦共机越界逼近，将果断启动追歼驱离，必要时锁定目标，严阵以待。再看中部与北部，尽管共军主力这次偏向台湾南部与东部活动，但国军没有丝毫松懈。在中部某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有民众拍到一列挂载雷达天线的军卡和载具缓缓驶过，显示中部防空雷达部队也在机动部署，增援电侦范围。北部地区，陆军与宪兵的机动快反部队同步加强重要目标的戒护，各式装甲车和防空载具适度提高了巡逻频率。我空军的战斗机则日夜紧贴共军动态，各主要空军基地飞行员待命坐镇，空中巡逻战机一批接替一批，在台海上空与防空识别区边缘来回巡弋，确保对我方不利的空中接近轴线都由我军机拦截守候。根据国防部在临时记者会上的公布数据，截至12月29日下午，我军侦获中共出动的各型军机总计89架次，其中有67架次深入我方防空识别区或演训应变区，海上则发现中共军舰14艘，加上海警船14艘，在各海域游弋，其中甚至包括解放军075型2栖攻击舰所组成的4艘舰艇编队在台湾东南外海活动。也就是说，中共海军投入了大批驱逐舰、护卫舰及2栖船坞舰等军舰，再加上海警力挺进前线。对此，国军早已全程掌握，各作战区及时将敌情资讯传递给前线单位，随时待命。海巡署这边也不示弱，针对中共派出的海警船，台湾海巡同样出动相应舰艇，在我方海域对峙，透过广播驱离和伴航监控，寸步不让。我方军政高层并多次强调，
虽然中共说是演习，但国军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已经完成由演转战的应对准备。一旦共军企图假演习之名发动突然攻击，国军将依照早已定定的交战规则，果断行使自卫反击权，绝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除了军事部署外，台湾政府也同步采取多项配套措施，将影响降到最低。交通部门迅速发布航行警告，协调民航机绕飞演习区域，确保乘客安全。例如，中共划设的危险区影响了金门、马祖等离岛航线，华信、立荣等航空公司只好临时取消部分航班或改道飞行。海运方面，因应中方警告区，不少商船船长选择沿使替代路线，避免进入敏感海域。台湾港务单位加强了对基隆、高雄等港的船只进出调度，以测安全。有消息称，中共甚至对外散布假讯息，夸大宣传，声称已经封锁我方4处港口，但实际上我商港运作基本正常，仅个别往来航班做了预防性调整。政府也呼吁国人保持冷静，切勿听信谣言，以免中了对岸认知作战的圈套。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军演期间，美国等国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关注与介入。有航空观测者发现，一架疑似美军的无标识大型军机出现在台湾附近空域低调飞行，没有开启识别信号，疑似在进行电子侦察或宣示航行自由。对此，我国防部被媒体问到时，仅含蓄地回答，当然有其他国家在台海周边活动，但不便透露是哪国，在做什么。种种迹象显示，台海危机不仅是两岸间的角力，更是牵动着美日等区域强权的博弈焦点。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下，台湾一方面强化自我防卫，一方面也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保持情报共享与安全合作，共同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既然演习实质是在演练攻台，那么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共军队真的胆敢登岛登陆，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答案之一便是我方部署在沿岸的杀手锏各型雄风反舰飞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航母杀手之称的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这次随着海锋大队车队开赴前线的雄3飞弹更成了镁光灯焦点。它的存在对解放军任何试图跨海登陆的野心都是一大震慑。雄风3型是台湾自行研制的先进反舰武器，采用固态火箭加固态冲压发动机推进，具备超音速高速飞行能力，最高速度超过2倍音速以上。与过去次音速的反舰飞弹相比，雄3因为飞得又快又低，敌舰雷达能察觉和拦截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短。换句话说，它能在敌人来得及反应前扑向目标，令对方防不胜防。更重要的是，雄3飞弹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贯穿击毁中共大型水面舰艇，其弹头特别强化了穿甲能力。根据中科院公开资料，雄3采用自断破片式弹头，撞击目标瞬间可穿透厚重装甲后在舱内引爆，产生毁灭性杀伤。一枚雄3命中即可对大型驱逐舰、2栖登陆舰造成致命打击，如果几枚齐射命中，更足以重创甚至击沉像航空母舰那样的巨型战舰。由此可见，任何防护在雄3面前都形同纸糊。别说区区步兵的防弹背心，就连共军舰艇坚厚的钢板，雄3弹头都能强势洞穿，进而引爆内部炸药或油料，引起毁灭性连锁爆炸。试想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共军登陆舰敢于载着大批穿着防弹背心的解放军士兵冒险冲向台湾的海岸线，那么等待他们的极可能是雄3飞弹呼啸而至的迎头痛击。一旦雄3的钢铁利矛从天而降，区区防弹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弹着点腾起的烈焰与冲击波，足以将任何敢登台的敌军撕成碎片。即使侥幸登陆上岸，还有我陆军布置的反装甲火力和空军待命的精准炸弹在伺候，绝不让侵略者在台湾土地上立足。而在海上，雄3更是中共大型军舰的梦魇。早在研发测评阶段，雄3飞弹就曾创下一击贯穿靶舰水线的战果，展示出惊人的破坏力。后来量产部署后，它与雄2次音速反舰飞弹、高性能鱼雷共同构筑成我国海峡防线上的防御刺猬。也就是说，
中共若以为靠人海战术或装备精良的两栖部队就能在我滩头堡立足，那他们将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熊3飞弹车队此刻分布在我岛屿四周的隐蔽阵地，冷峻地瞄准海面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敌舰胆敢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雷霆一击。除了熊3，台湾还有多层次的反制武器，例如性能不俗的熊2亚音速反舰飞弹，可执行掠海低飞突袭。陆基的鱼叉飞弹则是美方协助部署，进一步增加反舰火力的多样性。更别提空军战机挂载的万箭弹、熊2E巡弋飞弹等，也能远距打击敌舰、登陆集结部队等目标。我国这些年秉持以制海制空换取制陆的防卫构想，不断精进飞弹战力，目的就是要让解放军即便兵力再多，也难以越过天险。中共若轻启战端，等待他们的将是全方位的打击与抵抗。正如国防部所强调的，以实力谋和平，才能获得真和平。我方唯有准备好充足的实力，才能确保对岸不敢轻举妄动，维持台海长久的安全。纵观2022年以来的台海局势，我们仿佛看到紧张情势逐步升级的轨迹。第一次，2022年4月，时任美国众议长的裴洛西传出可能访台消息，中共大为光火，首度在台海附近搞了一场多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虽然那次裴洛西延后到8月才成行，但中共已借机试探了我方与美日的反应。第二次，2022年8月，裴洛西不顾北京抗议亲访台北，于是中共借题发挥，在他离台后立即发动对台湾周边为期多日的大规模实弹军演，以报复和警告。在那场震惊全球的演习中，解放军甚至朝台湾东部外海发射了多枚弹道飞弹，一度跨越台湾上空，台海危机陡然升级到新高度。第三次，2023年4月，彼时我国总统过境美国会晤，美国议长麦卡锡，中共再度气急败坏地发起联合利剑环台军演。这次演习加入了更多新元素，包括模拟对我本岛重要目标的精确打击，并出动航空母舰山东号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试图在海上对我形成夹击威胁。第四次，2023年8月，适逢我国副总统，当时亦为下届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参访友邦，中共照例不满，又进行了一次实战化演练，不但在台湾周边进行海空机动，还首次让无人机绕飞台湾，抵近我东部外海，极尽骚扰之能事。第五次，2024年5月，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府宣誓就职，中共几乎马上就启动了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作为对台湾民主选举结果的不满表态。这回解放军动用了更多新锐武器，包括各型隐身无人机、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等，以展示其军力提升。对台湾而言，这是一场就职礼上的下马威。第六次，2024年10月，台湾庆祝双十国庆后不久，中共又推出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借机在台海中线附近制造长时间的军事压力。该次演习反复侵扰台湾邻近空域与水域，我国空军疲于应对，但也累积了宝贵经验。第七次，2025年4月，中共代号换成海峡雷霆 2025A， 在清明节前后于台海展开实弹军演。这次甚至传出共军以演习为幌子，直接在福建平潭岛进行对岸武装力量的登陆演练，摆出更直接针对台湾本岛的轻攻态势。我国军方严密监控，所幸并未酿成进一步冲突。如今短短不到4年时间里，中共对台大型军演已反复上演了7次之多，每一次演习的科目和规模都有所演进，从早期试探性质的警戒巡航，逐步发展到后来环岛封锁、对地精准打击等全套剧本。可以说，北京当局正一步步将对台武力威胁常态化、例行化，企图磨耗台湾人民的心理防线，并改善解放军自身的实战准备。尤其自2024年起，解放军开始给这类军演编排正式代号，并分阶段实施，例如联合利剑、海峡、雷霆等，每年甚至不止一次。有分析指出，这显示出中共对武统台湾的预备在程序化，他们透过多次演练来校正战法，培养指挥协同能力。一旦政治决策拍板，军方即可较快由演练模式切换到实战模式。
对台湾来说，这无疑构成日益上升的安全压力。此外，中共高层近期的人事布局也透露出耐人寻味的讯息。今年10月，前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上将突然被免职并遭到调查，据称卷入解放军内部的贪腐整肃风暴。林向阳曾指挥过2022年至2025年间的多次对台军演，可谓经验丰富，却最终黯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新晋升的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上将，一名空军出身的将领。杨志斌在2025年12月才刚晋升上将，正义使命。2025就是他履新后首次指挥的大规模围台军演。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此举或是要换上自己更信任且更懂联合作战，尤其是空中攻防的将领来坐镇台海方向，为未来可能的行动做准备。毕竟，空军在现代夺取制空权与对地精准打击上扮演关键角色，而杨志斌的专长正与此相关。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共对台作战准备在组织人事上都不断强化，其野心不容小觑。面对剑拔弩张的台海态势，我们不免担心，这样的高压对峙难道会成为新常态吗？中共一次又一次演练封锁台湾、攻打台湾，会不会有那么一次就真的变成实战？毕竟历史上不少战争就是打着演习的旗号突然爆发的，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然而，历经多次危机考验，台湾社会也逐渐展现出韧性，大多数民众对中共恫吓已经不再恐慌，而是更团结支持国防自主。国军官兵更是无畏无惧，日夜操演，只为关键时刻能保家卫国。有一句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台湾数十年来坚持的国防投入与美日等盟友的关系经营，正是在为可能的冲突做背水一战的准备。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北京当局咄咄逼人，但国际社会多半看穿了他们制造危机的伎俩，纷纷表态关切台海和平。美国、日本、欧洲各国虽然不一定每次都高调发声，但在外交场合无不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就连先前对中共态度暧昧的国家，近年来也慢慢转趋警觉，不愿坐视一个民主的台湾被武力吞并。这种国际舆论与道义的支持，是台湾的重要战略资产。有了这层保障，中共若贸然对台动武，势必承担巨大的外交和经济风险，绝非轻易能下定决心。当然，我们也看到台湾内部对于国家安全意识的提高与政局变化。今年1月总统大选后，新政府上任以来，在两岸政策上虽然继续强调和平稳定，但也更务实地推进各项防务强化措施。反观在野阵营中，却有人物发出与全民期待背道而驰的声音。例如，国民党新任主席郑丽文竟在中共演习消息传出后罔顾事实的指责，都是因为赖清德政府一天到晚挑衅对立，仿佛把台湾说成加害者，把中共塑造成受害者一般。他这种敌我不分的言论立刻招致各界挞伐，连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都严厉批评郑丽文彻底失格。可见在存亡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上，多数台湾人是有共识的，那就是我们不能迁就威权的敲诈，必须自助而后人助，不容内部分化被对手见缝插针。经过这些风波，朝野之间也逐渐明白，面对中共步步进逼，台湾唯有守望相助，齐心协力，才能平安度过每一次危机。最后，我们回到正义使命。2025这个讽刺的名称，本该代表公平正义的字眼，被中共拿来粉饰对台湾的武下企图。真正的正义使命，难道不应该是阻止战争，维护和平吗？对台湾而言，抵抗侵略，守护民主，就是我们最正义的使命。我们的军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70多年，未来也将持续走下去。中共可以一次次演习炫耀武力，但无法动摇台湾人民捍卫家园的决心。在雄风飞弹昂首、战机巡弋、将士整装之时，我们展现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备战，更是精神上的备战。真正的和平来自坚实的准备与不屈的意志。只要台湾上下同心，拥有自卫的实力并获得国际支持，中共即便军演闹得再频繁，也终究不敢轻易踏出攻击的那一步。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台海双方终能恢复理性对话，让战机大炮的声音不再响起，
然而在威权主义尚未放弃对自由土地的野心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更强大的防卫力量来争取和平。每一次中共军演都是对台湾的一次考验，而每一次我们安然度过，都将让台湾更为强韧、成熟。或许有朝一日，对岸会发现武力恫吓只会适得其反，反而激发台湾人更加珍惜自由生活。那时，他们才可能理解真正的正义使命是什么。直到那一天来临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备战不求战，以战止战。千万别忘了，守护和平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要有穿透防弹背心的钢铁实力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这才是属于我们的正义使命。